Hello， 我是 Katie， 今天呢又是很烧的开价特辑。那我这次非常有良心呢，就是除了分享好物之外，还有帮你们灭火。那就是近几个月内开价出了非常多东西嘛，那我就去把我所有兴趣的都买回来，那归纳出我觉得最值得买的5个东西。那因为我买了很多，所以当然也有踩到雷。那另外我也再挑出5个我觉得算是非常地雷的东西。那今天呢就一起跟你们分享这10样产品。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好物1，是 Kate 新出的粉底液，同样外形的包装，去年已经有出过一款了，那个我觉得用起来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它的妆效跟 Maybelline 的 Fit Me 很像，可是 Maybelline 的 Fit Me 更好用。那今年这个呢不一样。这个非常的好用，就如果你是油性肌喜欢用开价底妆，你应该会认识 Kate 的这一款的前身，它是把图片放在这边。旧的那一款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就是它非常的控油，然后持久，粉体很轻薄，可是同时又有一定的遮瑕力。但旧的那一款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很干，非常的干，就是我用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用超过2个小时吧。我如果用超过2个小时，我这边整个就会长蜘蛛网，所以那个太干我不能用。那这个新款就是它有保留了原本旧版的那些优点，但是呢，它不干，它真的用起来非常的不干，我不知道它怎么办到的。那它是说什么液状的粉饼，就是好像说抹开来是会化成粉的感觉。那它你看哦，很轻薄，但抹开来它遮瑕度算是中度。你看我现在脸上擦的就是这一个，我没有再另外用遮瑕。那雀斑这种比较深的是遮不住的，但是像可能我眼周啊，还有什么鼻翼啊，其他色部菌我觉得遮得住，因为它的遮瑕度它是有中度，但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的粉感，持久度一样非常的好，然后控油度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好，因为我用的是完全零出油，但是它又不会干，我真的觉得这一款非常的神奇。然后它在脸上的妆效呈现呢，我觉得也是不输专柜的。如果你在找开价的夏日底妆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它了，因为我是又买了很多底妆，我觉得都有优缺点。就这个我用起来是觉得没有找到缺点的，就以开价的价钱能够让我觉得我找不到它的缺点在哪里的底妆，这个真的算是还蛮神奇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日系开价底妆不是通常色号都很少嘛，就很难找到跟你自己皮肤相近的颜色。这一次 Kate 这个色号还蛮多的，我记得好像是有看到6个吗？反正就是难得的，它有按照黄调、粉调，然后比较浅、比较深，不是再给你明亮色跟自然色而已。所以如果你对于颜色比较要求，就是你希望能够找到非常贴合你皮肤的这个也找到。因为像我这次用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跟我肤色非常相近。我用的是01号，我很少会在开价找到这么贴合肤色的底妆，所以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再来，我应该常会讲说我不太喜欢用开价的粉类嘛，因为通常第一个呢，粉质会不够细致，上在脸上的那个妆效会看起来比较粗糙。那第二个都会有一个普遍性的缺点，还是太干。像我眼下非常干啊，通常用开价的粉类都会让我的眼下这边长蜘蛛网，整个变得很糟糕。那我前阵子就看到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开价品牌都出了蜜粉，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去买了这么多蜜粉，结果真的有用到一个非常好用的，超级好用，是这个 Maybelline 的 Fit Me 松粉版。因为这个 Fit Me 的蜜粉它还有蜜粉饼的版本，那个我有用过，可是我觉得用起来差异蛮大的。那个蜜粉饼的版本呢用起来比较干，但这个松粉的版本呢完全不干，而且我手上大概有20几罐专柜的蜜粉嘛，我就一个比对，真的有找到很相似的妆感，是这个。这里的蜜粉应该是1600、700之类的嘛，反正不便宜嘛。那这个开价的应该就是300多块左右吧，用起来肉眼没有办法分辨差异。它的妆感啊是有一点很难看出来的丝缎光的感觉，它不是会让你的脸变得死雾。你看我今天脸上这个，它会有微的光泽感。所以你在夏天用这样子啊，你的脸会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光泽。就你在粉底之后再叠擦上这个，它会让你整体的妆感啊更上一层楼。这个真的非常漂亮，它没有什么遮瑕力，可是就是会让你整个肤质变得更漂亮的感觉。然后更厉害的是啊，这里的这个我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控油的效果，但是这个我觉得有，因为我夏天都会擦防晒嘛，有的防晒会比较油，可能用了1天之后啊，可能擦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脸是会慢慢出油，但是用这个脸就不会出油，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控油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我找不到缺点，我一样找不到缺点，这是我一个小缺点，它的这个盒子很讨厌，它就这样洞，然后也没有粉扑，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时候，我都是先把它这样甩一点到上面，然后用刷子去沾好之后，再用这个盖子来把粉这样的抹匀。所以如果你是习惯用粉扑的人啊，这个你就要另外去买粉扑，但像我习惯用刷子，所以就觉得还 OK。只是这个，那你如果要吸带的话，它就是会整个跑出来，所以瓶身我觉得算是一个缺点，但是这里面的粉质这真的太厉害哦！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其实这个你现在在台湾的开价是买不到，这个我是请美国代购买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你就一样是要找美国代购。但是你看这个，就美国的价钱也大概才300多块，加上代购费跟运费可能就400多块。
然后用起来跟这个专柜忘记到底多少钱，将近2000块的蜜粉是差不多。我再看一下容量哦，这个是20克，这个容量20克，这个容量才17克哎，所以这个容量还更大，所以真的没有不买的道理。这个我真的太喜欢。我其实也用过非常多开价的蜜粉，因为我基本上也是一个蜜粉控，我大概至少用过10几个开价蜜，我觉得这一罐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的。再来呢，是一个大概鸡腿便当价钱，但是可以很多用途的神奇眉粉盘，这是 Essence 的，它是叫眉粉盘，可是我不会拿来用在眉毛上面，因为它没有那么容易上色。你如果拿来刷在眉毛上啊，就是很难刷得匀。但是你看哦，它是这样渐层的，从浅到深，你这样一盘啊，可以拿来做鼻影、修容跟发际线。像我今天就是这样子，这边呢刷在鼻影的部分，然后中间这个颜色呢刷在我修容的地方，然后我不是发际线就比较往后嘛，所以这个深色的部分我就拿来刷在发际线，效果超级好。它的显色度呢不是说非常疯狂的那一种，就是很刚好很适中的显色度。然后它是这种偏灰调的啊，你就拿来做修容啊、发际线都很刚好。尤其是它这个最深色啊，就是一个有点黑灰色的感觉，就直接这样子抓在这边，超级自然，完全不会发现。这多少钱啊？150以内吧，超级便宜，然后很大一个哦，它的容量是12.32克，这么大一个，用1年绝对没有问题。像这一块你画鼻影啊，我觉得用一辈子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真的超级划算的，而且它也很容易晕染，不用什么技巧，就是你只要拿一个松松的刷子在那边嘟，然后再拿一个比较大的刷子在那边嘟，你鼻影修容就完成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近用到我觉得最神的东西，因为它真的太便宜了，100多块这样子，而且你看渐层也蛮漂亮的，这真的。看到赶快买，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限量哦，有限定海岸印象眼眉彩盘，应该是限量的，所以有想要的话赶快上网找，赶快这个没有买到是捶心肝，真的。再来的还是一个鸡腿便当价钱的好物。这个 Opium 的腮红液，这是梦露去韩国帮我带回来的，谢谢梦露。那我最喜欢的色号呢是这个 B101，这个颜色的质感非常的好，它跟我有一个 Addiction 蛮像的，它这样子你看那种肉桂色、肉粉色的感觉，然后它很容易拍匀哦，我现在拍给你们看。你看，是不是很容易拍匀，不会有色块感，也不会说拍开之后看不到东西，因为像很多开价的腮红液啊，就是拍开之后想说，我腮红嘞，这个不会，它很容易拍匀，但是又看得到东西，然后颜色的显色度、发色度都是非常刚好的。像我现在脸上就擦这个。漂亮，这个颜色质感非常好。这个多少钱啊？150不到吧？这个真的太好用，好用到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因为它你看在脸上的妆效，而且它可以在粉类之后上，因为这种液状的东西最怕的就是没有办法在粉类之后上嘛，粉先上，然后再碰到水状、液状的东西啊，那个粉可能就会结块啊，或被推掉。这不会耶，就是微微，你还是会带走一点点粉底，但是不会说你整个就是粉底都不见，还好。你看我今天脸上底妆都还是好好的，然后腮红你看很自然，这个腮红的效果，你完全不会说这个人上了什么很重的腮红，感觉就是一个很自然、很漂亮的红晕感。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用，尤其是这个色号 B101，因为我买了4罐，它好像总共就4罐，我就买了4罐，我觉得最漂亮的颜色就是这个。好，再来是最后一个好物，是这个 Revlon 的纯粉盘哦。我前面忘记讲，我今天的好物啊都不会有唇彩，因为就是唇彩最近有用到太多好用的了，所以我会独立拆一个2018年的上半年开价唇彩 Top 10。所以今天呢，你是不会看到什么好用的唇彩。那为什么我现在又拿这个纯粉盘呢？因为它当眼影超级好用。今天的眼影就是这个，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显色度哦，我随便摸2颜色，它的显色度。而且很贴合皮肤，就是它那个颜色啊，你会不觉得它是粉，就是它抹到皮肤上好像有种化成霜状的感觉，非常的贴合皮肤，一丁点粉感都没有，然后也很好晕染。可能你会想说，它既然是纯粉，你会不会上眼睛上就晕不开？不会，它超级好晕染。你看我这边就整个是很自然的柔雾感，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与其拿来当唇彩，你不如就拿来当眼影用。因为姐你看哦，它的这个色系就是很适合当眼影啊。看了这个很红的，其实你就很简单干净的眼妆，然后再用这个红的画一个眼线就好了。或者像我今天的画法是眼睛的后半段眼窝画这个颜色，前半段画这个浅色，然后再用这个中间的粉红色去晕一下边界，最后眼尾是拉这个红色，效果是这样。这个当眼影的效果真的很漂亮，拜托 Revlon 你用这个配方去出别的颜色好吗？因为这个配方真的是比你们的眼影好用太多了。你们的眼影是比较会有粉感的，但这个啊，它真的完全没有粉感，而且你看它的光泽非常漂亮，是很细致的，不是那种什么看起来很粗糙的大亮片，它就是
细致的光泽，这个真的拜托你们再出别的颜色，这个我真的太喜欢，它的粉质我真的很喜欢。就如果你有在找偏粉色系或者红色系的眼影，可以试试看这个 Revlon 的纯粉盘。好物介绍完啦，接下来是要造口业的时间。第一个真的是雷到我白眼翻了800圈翻不回来 ，Kiss Me 的睫毛膏，它很酷炫哦。就你看哦，这外形先称赞一下，外形非常的漂亮。然后酷的地方是你看上面这个头，你转了它是可以调整浓度，它有3段式调整浓度，听起来很帅，对不对？为什么会雷呢？它会让你的眼睫毛1秒躺平，不管你在刷之前花了多长的时间把你的睫毛夹到一个完美的卷翘弧度，你再刷上这个啊，你的睫毛就会1秒钟从这样变成这样，马上躺平变成窗帘。真的，我试了很多次，它屡试不爽。尤其是你调到越浓，它的躺平效果就越好。谁会想要一个又浓又垂的睫毛？大家都是追求浓密卷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而且算是还蛮令人意外。因为 Kiss Me 之前的睫毛膏都还蛮好用，这个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我之前就有在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上面讲这个不好用嘛，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说真的很难用，就是躺平效果超好。但也是有小部分人觉得好用啦，可能是如果你的本身睫毛是很容易翘的，可能你还是会喜欢这个。但可能大部分人本身睫毛条件都没有那么好嘛，用我这个就是效果真的就是。还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不认同，可是我用了觉得它真的很难用。这个妙巴黎的雾面唇膏，这叫什么名字啊？红丝绒薄雾唇膏。一开始我是被网络上的心得烧到这个清晨咖啡这个颜色，就网络上看起来就是土色系的很漂亮的质感，可是我买啦收到觉得就。在手上刷色还蛮漂亮，可是我用在嘴上就觉得看起来很像中毒。这个颜色我觉得它调的并没有很漂亮，就是看得出来是一个廉价的唇彩。我觉得它在色彩表现上没有高质感的感觉。然后深色的我觉得用起来还 OK， 只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不是很好看嘛。然后它浅色的部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算是鲑鱼色嘛，浅色是真的可怕，完全擦不匀。它浅色的会很像粘土还是怎样，我就有差异很大，你这样看得出来吗？浅色你在手上就是很 K， 有没有很 K？ 你如果擦在嘴巴上啊，会变成一坨一坨，你就很像用粘土在磨嘴巴，然后就这样一坨一坨，完全不可能磨匀，真的完全不可能。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款的浅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你看这样子就看得出来很 K， 但是深色的那个滑顺啊，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你再看一下深色的哦，真的是这样子，很滑顺，然后浅色呢是就是一个 K，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个颜色的话，是还可以试试看。但是浅色真的千万不要碰，因为我那时候在店里面试的时候是觉得颜色很好看，可是试在手上非常的卡。那我想说是不是应该放太久，可能它膏体干掉，所以我就还是买回家。就会买回家发现不是放太久膏体干掉了，但是你一打开来新的一打开来就很像干掉那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一款浅色真的雷到爆，夸张可怕的雷，是我大概这几年来买到最可怕的雾面唇膏就是这一个。再来是一个我原本看到它出觉得很高兴、超级期待的 Excel 睫毛夹，这东西就是你知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感觉。因为 Excel 它目前为止我用到的东西都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啊雷，这个真的超雷，这个你会觉得你这睫毛夹有事吗？这个看一下哦，它夹的部分啊，就是你通常这一面是要贴近眼部嘛，一般人夹睫毛应该都是会想要越贴近睫毛根部越好，你要越贴近睫毛根部，你才能从根这样子夹到卷翘上来啊。可是你们看一下哦，它这个厚度，贴脸的部分跟夹睫毛的部分有这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真的超远，就是它这个橡胶垫做的很厚，然后这边贴脸这边做的很突出，所以距离会超远。我拿我平常在用的给你们比对一下，你这样看得出来吗？你看这个距离这么远，你要夹你就没有办法贴近你的睫毛根部夹到卷翘的效果，而且呢，它那么肥厚啊，就很容易夹到眼皮。那这个就是这个设计的人真的用过睫毛夹吗？你这个这么厚，到底是这个只有睫毛很长的人可以用，因为它这个距离远成这样，如果你睫毛短的话，搞不好根本夹不到。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夸张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这做这么厚到底在干嘛啦？你看这个那么厚，很奇怪，它这样设计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吗？是我误会它还是怎样？如果我误会它，我很愿意公开再跟他道歉一次。可是如果我没有误会它，我只是想警告大家不要买这么奇怪的睫毛夹，而且不便宜耶。以开价来讲，这好像300多块嘛，你不如去买资生堂那个才150。再来
呢是前阵子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 Etude House 的蜜桃眼影盘。这个它的配色，我觉得我觉得 Etude House 已经出这种眼影盘出到没有招了。所以第一个这个配色让人觉得有一点了无新意，就是你会觉得，这些颜色是樱花吗？这几个颜色是果汁霸吗？所以第一个配色我觉得不是很喜欢。那这个不是缺点，因为配色这种东西就是看个人。那我觉得很致命的缺点是它显色度超差，它的显色度夸张的差。这整盘只有这个颜色真的有颜色，其他你上来都会觉得说，我真的有上眼影吗的感觉？这个真的太淡了。你可以说有的人就是喜欢清淡的口味，可是这个淡到你知道很难去判断出这个每个颜色的差异。你如果真的想要这样子的颜色，你不如去买一个4色眼影盘，因为它擦起来差不多就只有4色的效果。这个每一个颜色都是，我现在刷给你们看都没有什么颜色，超级莫名其妙。你们看是不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东西？这每一个都很像眼窝色。这一盘里面呢，除了这一个你可以当眼折色之外，每一个都是看起来很相近的淡淡的眼窝色。所以这一盘好了，除非你口味真的很淡，因为有的人可能就真的不喜欢那种很显色的眼影，你口味真的很淡的话，你可能会喜欢这一盘。但是我觉得比它好用的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我会把它列为不要买的区域。再来最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地雷，因为我对它是又爱又恨。这个 ZA 的双色唇彩，它是这样子蜡笔形状的，有这样2个颜色。先讲我爱它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很漂亮，你看它是这样子很水感的，然后显色度很好，遮唇色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而且意外的它还蛮滋润，就是我用1天不擦护唇膏，嘴巴不会觉得干。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它好瘦，它超瘦的。我嘴唇厚嘛，用这个擦，你通常那种双色咬唇的唇彩，你是不是都期望这样子涂就好了？这个不是，你知道涂多久吗？要这样涂。然后再用浅色这边再补一下边边，涂，然后再用剩下的真色这边再补一下中间，涂，然后用这个来上咬唇的时间跟画眼影差不多久。这个真的，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做粗一点啦？这真的很细耶，细到你看我现在抓在手上这么细一条，嘴唇这么薄的人应该很少吧？为什么不做粗一点，或是你这个斜边可以切大一点嘛？这样面积就大啦。这个真的接触面积超级小的，那应该可以做眼影吧？你看这个尺寸，这个距离做眼影比较刚好吧？把那种唇彩弄那么小，然后不然很好用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它的标题本身我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笔的那个尺寸跟形状，我觉得会让人用到就非常的生气。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近期开价好物跟地雷。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需要的人，也希望这支影片有烧到你或者拯救到你的荷包。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拜拜。